我已经有好几个粉丝来问我同一个问题了，说睡觉以前喝水是不是可以预防中风啊？很多人问，所以我觉得呢，有必要拿出来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哈。有一些前提条件啊，一定要讲清楚哈。身体处在缺水状态的话，当然对于心血管事件呢，所谓的心血管事件就是心脏病啦、中风啦，当然它会提高它的风险的，因为身体脱水，血液变得比较粘稠了嘛，大家传来传去，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喝水可以预防中风了。如果我们这样相信的话，会有点问题的。如果这一句话是对的话，那是不是喝的越多就越好？所以我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他晚上睡觉之前要喝1000毫升的水的，为了预防中风啊。我说这万万不可哈，不是说睡前喝水预防中风，所以你睡前喝水以后你就不会中风了。它的因果关系不是那么刚性的因果关系啊。真正的原因说睡前喝水可以预防中风，是预防你夜间脱水，身体严重水分不足，那个会增加中风或者是心梗的这种发生几率的。事实上你应该一整天身体都不应该缺水才对的，才是正确的。平时本来就不大爱喝水的人呢，因为害怕喝了水睡觉晚上会起来上厕所，会影响睡眠，所以到了晚上更不敢喝水。那如果说你本来血压就高，你本来就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比较高，这样做的话就会增加你的风险了，那这样做就不聪明了。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属于风险比较高的族群的话，你要让你的身体一天保持有充分的水分的。为了预防夜里头夜尿让你睡眠质量受影响，你可以在睡前1个小时以前呢，把你需要喝的水喝了。你要让你自己身体有充分的水分的，喝个100到200毫升的温水，那么这样子夜间呢脱水的风险就会降低的，而且也不会大量的喝水导致你晚上要起来上厕所的。那如果你半夜真的醒来了口渴的话，你可以就喝几口水，你不需要大量的喝水，就保持身体有水分，不要让它脱水，这一点很关键的。那哪些人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年长的人呢特别需要注意，因为年长的人本来水就喝得少，睡着了以后这样的风险是会上升的。另外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动脉粥样硬化啦，就是我们刚刚讲本来心血管疾病风险比较高的人呢，需要注意晚上要确保自己身体里面的水分是 OK 的，然后去睡觉，这样的风险会降低。还有一个族群呢，就是平时有在吃利尿剂。利尿剂的目的是透过尿液帮你排除身体的钠，因为你吃了利尿剂以后排尿就会变多的，所以你脱水的风险会比一般人高。你晚上睡觉之前也应该补充一点水分，避免晚上出现脱水现象。另外一个就是白天喝水喝太少的人了。所以晚上喝水预防中风这个说法，其实底层逻辑是为了避免在夜里头睡觉的时候血液变得过度的粘稠了，血液粘稠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所以要预防血液粘稠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喝水而已啊，全天规律的喝水是很重要的，血液里面大多数都是水啊。所以如果你水喝的不够的话，确实血液粘稠这根本问题解决不了的。那尤其是如果你还做运动，你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你更加需要补充水分了。我一再跟各位提醒，喝水的量不是看你喝了多少毫升来决定叫做恰当的，看尿液的颜色才是最准确的。就你尿液的颜色保持淡淡的黄色就刚刚好。所以你每一次上厕所的时候瞄一眼就对了，看颜色比较深了稍微多喝一点。你也千万不要就走另外一个极端，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大量喝水好了。我告诉你啊，水喝太多的人呢会水中毒的。水中毒啊，就是你的肾脏处理不了这么多水啊，喝到刚刚好 OK 就可以了，尿液淡淡的黄色就是 OK 的。日常生活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的更好，就是有氧运动了。它不一定要高强度，就是规律的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都非常有利的。它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保持你的血管弹性，血管你本身弹性够，所以血液的循环不会出问题啊。那你一天到晚坐着不动，你不运动，血液的流动的速度就减慢了，栓塞的这些问题才容易出现啊。另外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方面，就是避免长时间坐着或者是躺着不动，你每1个小时左右要起来活动几分钟，就是动一动，起来动一动，让身体的血液能够很好充分的循环，这个都可以预防这一类的事件啊。另外还有就是饮食跟营养补充剂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稀释我们的血液。比方说 Omega 3的油脂，明确的研究告诉我们，长期摄入 Omega 3可以改善我们血液的流动性的，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是可以重视的。而且 Omega 3是我们身体抵抗慢性炎症必要的一种脂肪酸，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利用磷虾油来补充 Omega 3，或者是亚麻籽油也可以。你千万不要做的就是啥都不管， Omega 3缺少了以后会给你带来的麻烦远远不止如此哈。
所以 Omega-3 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饮食里面，比方说生姜啦、蒜啦、洋葱啦，还有姜黄素啦，这几种天然植物成分，它都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这种能力，尤其是大蒜，它被研究证明有一定的天然抗凝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对于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另外一个很好的营养素呢，就是维生素 E 了。维生素 E 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它呢也有轻微的抗血栓的形成的作用。维生素 E 有2种的哈，生育酚和生育3烯酚这2种，如果你买得到，永远是生育3烯酚优先，它远远优于生育酚啊。这2种不同的形式的维生素 E。可以跟 Omega-3 在一起，它们协同作用的，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血液更加的不那么粘稠，增加血液的流动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饮食里面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重要，水溶性的就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一般来说，像羽衣甘蓝啦、韭菜啦、香菜啦、西兰花啦、芹菜啦，它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还有一种蔬菜叫做秋葵啊，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不吃秋葵的，因为秋葵咬下来以后里面捏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恶心啊。我现在很喜欢吃秋葵，原来那个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啊，那个捏的就是膳食纤维啊。你们用奇亚籽去泡水，泡出来以后那个黏糊糊的，那就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菊粉啊，菊粉也是很好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有助于我们血液的流动啊。再来一个就是我们从营养补充剂的角度来说的话，镁啊，镁的重要性大家不要低估了。我们身体有充分的镁可以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的。当然如果你身体缺钾的话，血管弹性也会受影响，但是镁要在前面，钾要在后面，所以各位不要把这个先后顺序搞错了。另外一个就是维生素 C 了，维生素 C 很重要的，因为维生素 C 不断的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血管内壁啊，血管内皮要维生素 C 的帮助才能够很好的修复。我们如果要讨论睡前喝水可以预防中风的话，我们不如全面性的来看一看，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中风所需要做的事。当然睡前喝水是有它的重要的因素、重要的原因的，但是绝对不代表你睡前需要喝1000毫升、2000毫升的水，那就是严重错误了。